有缘人，你能看到这个影片绝非偶然，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，一个能够改变你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。所以请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，集中你的注意力，仔细地聆听，因为接下来你所学到的有可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塑你的生命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我们时常迷失自己，被物质和外界的诱惑所困扰。留一句自己掌握命运，相信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东西。让我们静下心来，聚焦于自身的需要与愿望，通过量子纠缠磁场的力量，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财富、好运和幸福。长按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接受好运吧。有缘人，你相信吗？你的思想有改变世界的力量，你的每一个念头，宇宙中都有一种力量在回应，尽管你可能无法直接感知到。这意味着你可以大胆地设定愿望，比如希望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，希望赚到1000万，或者希望自己能够遇见生命中的贵人。这背后的原理就是量子纠缠。量子纠缠是指2个或多个粒子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联系，这些粒子之间始终保持着信息的交流，不论它们相距多远。当你改变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时，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也会瞬间发生变化。这种变化不受时间和空间距离的限制，即使一个粒子位于地球，而另一个位于遥远的外太空，这种瞬时的改变仍然会发生。你的思想也是由能量构成的，可以被视为一种量子状态。你由量子构成，因此当你向宇宙发出一个愿望或想法时，确实有一种力量在回应你，只是你无法直接看到或听到它。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事物只占宇宙中所有物质的5%以下。量子纠缠有一个有趣的特性，被称为观察者效应。当你不去观察时，粒子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，而当你观察时，粒子的状态会坍缩成一个确定的形式。因此，当你向宇宙发出愿望时，应当在脑海中清晰地构想你想要的结果。这个过程实际上参与了量子态的探索。只要你能够在心中清晰地想象你想要的事物，那么它就在无形的世界中存在了。简而言之，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作过程。不是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而是玄学的尽头真的是科学。你想过吗？当你想起某个人的时候，对方可能也在想着你。意识就是量子，这意味着有什么样的意识发出来，就会有与之相呼应的量子来纠缠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同频共振、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的现象。你可能会问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渴望的金钱或理想的伴侣迟迟不来呢？要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外在物质。外在物质指的是3维物质世界中的具体人事物，名誉、地位、财富等等。
那么内在能量是指存在于高维世界中的爱和智慧的水平，它体现在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之中。根据能量守恒的原则，你为他人带来的益处越多，就会和越多的人产生正面纠缠，返回来的正面能量也就越多。因此，要想让生活变得更好，就要创造好的纠缠。内在是意识、思想和精神所在的高维世界，而外在则是物质、名利和具体事物所在的低维世界。高维世界决定了低维世界的表现形式，而低维世界的波动又会影响高维世界。当大多数人没有觉醒时，他们往往以外在因素来决定内在感受，将自己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寄托在外部事物上，不断地追求身外之物，结果导致内在被外在塑造。外在的不好导致内心的恐惧感和匮乏感，最终使人陷入痛苦、焦虑和煎熬之中。恐惧感和匮乏感会抑制人们的爱和智慧，形成一种不易察觉的束缚和局限，使人在较低水平的人生中恶性循环。以金钱为例，为什么有些人无法获得他们渴望的财富呢？这取决于他们对金钱的态度和定义。你对金钱的感觉如何？是怎样定义的？罪恶的还是美好的？当面对他人用正当途径获得的财富，你是什么态度？嫉妒还是开心？大多数时候，我们的念头、语言、行为都是因为外界刺激而起，我们让外在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无明之人通过刺激而堕落，觉醒的人通过刺激而提升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安全感、幸福感来自于内在。比如你同事赚到一笔财富，你因为嫉妒开始冷嘲热讽，并冠以各种名义或歪理邪见地编排对方，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金钱通道一定不畅通，你心里堵得慌，也透露出了小心量及匮乏的投射。因为你的心量太小，你给宇宙发射出的信号就是我不能承载金钱的能量，我不需要这个钱，那么钱自然不来。不允许他人拥有，就是在拒绝自己拥有。而觉醒的人会跟着开心，因为他知道借外在环境为自己提升的妙用。所以你要检查你对金钱的态度，因为它决定着你与金钱的关系。财富不来，也可以说是你的潜意识一直在拒绝，归根结底是内在有没被解决的匮乏漏洞，这些都会化为财富的漏洞。比如因为贪心、疑心、嫉妒心、排斥心等导致的负债。再往深的讲，就是缺爱、缺乏安全感，即使事业再大也缺。因为大部分人只相信自己眼中看到的有形，而忽略了看不见的无形。你眼睛看到的人事物的花花世界，你相信你亲眼看到的东西，也就意味着你的内在信念被外在物质所塑造，它自动给你匹配了相应水平的内在能量。只有主动提升内在能量，让宇宙给你匹配一个相适应的外在物质。记住，
不用担心你外在的人事物，你只需要操心你的内在。宇宙从来都是精准匹配，不管你要不要，它都会匹配给你。关键是什么？你对内在能量认识的深刻程度。爱是什么？就是感恩、利他、奉献，不是。大爱就是慈悲，但是一味的慈悲，一味的爱，如果没有智慧的加持，那就是愚爱，无法真正的帮助他人，也无法成就圆满的自己。智慧是什么？就是真理、规律、法则、正治、正见、正念。只有智慧和爱同时具备，才能回归真正自信清净、圆满具足。而你对爱表达的熟练程度和对智慧运用的熟练程度，决定了你内心能量的强弱。爱和智慧是相辅相成的，你真正懂得了爱，必然会在爱里发现越来越多的智慧，而你真正的智慧提升了，也会在智慧里面看到越来越强大的爱的力量，你的内心也就自然回归清净，甚至你能感受到他人内心的能量流动。好比你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时刻，他人的想法你可以脱口而出，这也是能量匹配。一旦形成你的磁场能量，你的财富将源源不断地吸过来。那么什么是财富的这个磁场能量呢？财富的能量，它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心念频率决定的。当我们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，我们自身的磁场它就像一块吸铁石一样，把这些财富源源不断地吸过来。这也说明了钱不是赚来的，你只要形成了磁场能量波，钱是追着你跑，而不是你追着钱跑。因此我们就要了解金钱是什么样的一个属性，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吸引过来。我们知道五行中金是生水的，也就是说金在产生融合的时候是和水的属性是一样的。水没有固定的形状，无论放在哪里，它都能融入到对方，滋润对方。哪里的草木最干枯，它就流向到哪里。它可以滋养万物，却能做到无我的这个境界。道德经上说上善若水，说明了善的最高境界就是和水一样的。那么钱它和水类似，它有3种共性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了。第一种就是流动性，钱从一个地方流向另外一个地方，从一个口袋转向另外一个口袋，从不执着拥有它的主人。钱只有流动了才有价值，永远不动的钱和永远不动的水是一样的，没有任何价值。第二点是利他性，水能帮助生命成长，钱它是带着帮助他人的使命而来的。谁真正需要它，它就流向谁，它时刻都在那里，总能被最懂它、最需要它的人看见。第3点就是创造性，水能生万物，钱也可以生万物。世间的一切的高楼大厦、科学技术，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钱创造的。钱也能创造无形的东西，比如幸福、快乐、权力、地位，还有算计、
争斗、痛苦等等。我们只有参透了解和掌握钱的这3种特性，那么你就很容易赚到钱。你看挑水非常辛苦吧，但得到的并不多。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？让水自然而然地流向你。钱也是这样的，钱根本不是你挣来的，或者说你赚来的，而是你帮助了别人，解决了问题，别人自然而然地给你了回报。就是你能解决多大的问题，就能得到多少钱。那些一心只想赚钱的人，你再怎么努力也赚不到钱，因为你眼里只看到了钱，你不了解这个钱的属性。钱是流动的，钱是利他的，钱是有创造价值的。你没有给别人带来价值，你说你怎么能抓得住钱，赚得到钱呢？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获得财富呢？既然金钱是一种能量的载体，它的流动会产生磁场能量，一旦你发现这个能量变低的时候，你就要警惕了。比如我们去消费，你看漂亮的衣服、心动的汽车、美味的这个食品等等，构建了一个诱人的贪念能量场，都吸引你过来。当你陷入到贪念的这个漩涡的时候，你需要维持这种快感，你就会不停地消费，不断地消耗你的能量。这也是我们很多人都在感叹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从前那么快乐？因为你的欲望越大，消耗能量也就越大了。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当你的能量在低迷的时候，你越想赚钱越赚不到，喝凉水都塞牙，什么倒霉的事情都降临到你的头上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你要静下心来休息一下，是你的这个心出问题了。你心装载的不是什么慈悲、包容、利他、谦卑等等能增加这个心量的磁场，而是装满了是抱怨、恐惧、焦虑、妒忌等等，减少这个心量的磁场。你说你这样的能量能吸引得住钱吗？钱不但吸引不进来，你如果不休息的话，还会大量的流失。这个时候你需要清理一下自己这个信念，因为你的心态决定了你对金钱的处理方式。当你在意你的金钱数字时，它很容易控制你的情绪。你要关注的不是财富的多少，而是你要如何看待金钱，如何对待自己。只有提升了你自己的这个磁场能量状态，你才能吸引更多的财富。你怎样理解钱，钱就以理解你的方式遇见你。所以如何与钱相处，就是如何与自己相处。只有你真正理解了你自己，你才能领会这个财富的真谛。你的心决定了这个金钱的流向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提升自己的这个财富能量呢？要想赚到钱，获取财富，我们就要了解金钱财富的本质，并从本质入手。财富和金钱的本质是量子能量。我们的三维物质世界的一切物质，包括一切的财富，都是宇宙高维量子能量在三维宇宙空间呈现和存在的能量形式。能量存在形式不同，是能量的频率不同。
金钱财富的能量频率偏高，想要赚到财富，我们需要具备与之同频和更高的能量频率去吸引和承载。宇宙能量是一直流动运动的，而能量流动的终极密码在于能量的频率和同频共振。换句话讲，赚到财富靠的不是努力追逐财富，而是用能量的同频共振来吸引财富。这是宇宙的法则之一，吸引力法则。传统如世道文化所讲的道德、仁义礼智信，正是对权威宇宙不同维层能量频率的维度和频率的描述。老子言：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同于德者，德亦乐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是对权威宇宙能量同频共振的本质解释。现在西方利用吸引力法则赚钱，算是对老子所讲到的相对运用，算是大材小用。不同频率共振不同频率，不同能量吸引不同能量，所以要想钱乐得于你，你便需要具备吸引金钱的能量、频率和强度。我们从几点来探讨本质。第一，拥有财富有其中的因果存在，有的人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，这正是这个人累生累世积累的因果。德行和福报是能量的积累，功德、福德、福报都是量子能量。权威宇宙是一体量子，超越时间空间，其中的因果能量是累生累世的积累和留存。你的命里是不是有足够的财富，跟你积累的德行和福报有直接的关系。第二，今生一个人的命运如果有能赚到财富的因果之缘，宇宙会自动地在他们的业力里面赋予获取财富的德行和能力，当然也是这个人累生累世种下的因果。这样的人天生就具备高频的意识能量，真诚、守信、善良、大气、包容、敢打敢拼、聪慧、情商高，喜欢替别人着想，善于换位思考，习惯从别人的视角看问题，从更高维度的视角看问题，懂得把握时代的脉搏，乐于助人，勤奋坚持，不怕挫败，抗压能力强，勇于探索创新等等，这都是意识能量高频高维的体现。不断提升自身的意识能量频率，提升品德德行，是掌握财富能量流向你的终极密码。高频意识能量懂得奉献，懂得舍，也正是因为舍，为别人服务，做利于他人的事情，意识能量的频率也就提升了，就会吸引财富能量流向你，你也会承载得住。这就是舍得的本质。第三，一个人能不能守得住财富，靠的是德行，也就是厚德方可载物。你的意识能量高，德行高，就可以承载财富和金钱。财富和金钱会不断地流向你，而德行和意识能量不够高，或者下降到一定程度，即便已经掌握大量的财富，财富和金钱也会以各种的形式方式流走的。
第四，需要不断播种善因，做善人，行善事，保持善念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宇宙天道规律，尽管没有善恶之分与远近亲疏，但常与善人。这里的善不光是善良，更是掌握宇宙天道规律，善于运用宇宙天道规律的人。老子和释迦牟尼所讲的宇宙真理，无疑是地球最高级的天道规律和人生游戏指南。第五，不可以追逐金钱财富为目标，一味追求财富利益就会产生偏执，偏执产生的意识能量频率就会下降，是违背天道方向的金钱财富也会背道而流走。第六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天赋，发挥自己的特长，找到自己今生的使命和任务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会高度专注，坚持不懈而又乐在其中，意识能量频率才会提升，做事情才会做到极致，充分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在自己耕耘的领域成为佼佼者，才会成事，也才会吸引到财富。第七，获得财富并不是我们来人间的终极任务，获得内在本有的高维智慧能量才是，也就是不断提升意识能量的频率和维度，提升灵魂的高度。意识能量提升了，财富会自然的拥有，或者要不要拥有财富全凭自己的选择。仔细观察你会发现，在人生旅途中，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引导你前往去的城市，遇见应该的人。有时突如其来的事件会推动你们的关系向前发展，只有亲自经历过后再回头审视，你或许才能理解这是宇宙的安排和意图。或许我们的命运本质就是量子纠缠，那么是先有因还是先有果？是先有认知还是先有行动？是先有觉察还是先有改变？是先有问题的提出还是先有解决方案？你可能会认为是先有前者后有后者，但实际上量子力学揭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，因和果是同时发生的，认知与行动是不可分割的。觉察本身就是改变，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。在接触量子力学之前，这些观点可能显得颠覆传统认知，但这恰恰是世界的真相。人们将能够理解的现象称为规律，而对于无法理解的现象则视为命运。这对普通人有什么启示呢？成功的关键往往不在于能力本身，而是能力背后的信念。你相信什么，最终就会成为什么。如果你认为某件事不可能实现，那么你很可能就会失败，因为人们往往会巩固自己已有的观念，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消极世界观，最终找到证实自己观点的依据。相反，如果你认为某件事有可能实现，那么你更有可能成功，因为你将会积极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。正确的态度本身就是成功的一半。只要稍微了解一些量子力学的知识，你就能比绝大多数同龄人更早地具备洞察未来的能力。
量子力学的魅力是什么呢？它可能改变你的命运。我将从3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点。首先，很多人反对宿命论，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在中学时期学习的经典物理学太过扎实，而对量子力学却知之甚少。第二点，我们所处的世界可以分为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，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：大于原子的物质属于宏观世界，小于原子的则属于微观世界。量子力学研究的是微观世界中的物理现象。最初，物理学家们假设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物理规律是相通的，但后来发现两者几乎没有共同之处。微观世界中令人困惑的是，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的规律，这种运动并不遵循像地球绕太阳那样的圆形轨道，电子并没有固定的轨道，它们的运动是随机的，无法通过任何计算精确预测其下一个位置。所有微观粒子的位置都是随机的，需要用概率来描述，而我们的人体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，这意味着人的命运并不是被预先设定好的，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命运。最后一点，为什么说量子力学有独特的魅力呢？如果没有量子力学，市场上可供我们使用的电子产品种类将会减少 99% 以上，因为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芯片运用了大量的量子力学理论。实际上，宇宙的规律并没有宏观和微观世界之分，从根本上说，一切都是由微观世界的现象主导的。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纠缠、量子叠加等现象才是宇宙中最普遍、最基本的现象。我们之所以难以理解它们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已经被宏观化、已经被观测到坍塌的世界中。那么量子物理学是如何帮助我们改变人生的呢？你越是沉浸于负面情绪中，就越能从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，会让你陷入一个负面循环。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是启动精神的力量，利用强大的潜意识，发自内心进行自我暗示，正面冥想，将你期待的未来提前带入到自己的身体里。当身心合一时，那个自我会引导你走向你所相信的未来。这是和宇宙同频共振的最有用的方法之一。当你体验未来时，不要被物质所控制，而是要驾驭物质。如果我们这样想，如果我有足够的财富去购买更多的东西，我一定会欣喜若狂，那么这种心态只会让我们越来越倒退。我们必须在财富出现之前变得快乐。最好的状态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力量。记住，你值得拥有宇宙的一切美好。愿你时刻保持正面和愿景，创造属于你的精彩人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感恩我所拥有的。余生很贵，愿你珍惜所拥有的每一份美好，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